2024年8月24日，巴黎的勒古尔热机场，一架私人飞机刚刚降落，走向男人一身黑衣，神情淡然。他就是帕维尔·杜罗夫，那个一手创造了拥有超过10亿用户的加密通讯软件 Telegram 电报，身价100亿、行踪成谜的科技界幽灵。但这一次，迎接他的不是闪光灯，而是法国警方的逮捕令。一瞬间，全球的科技媒体和政界都爆炸。这个将隐私和自由奉为圭臬，10年来与世界各国政府玩着猫鼠游戏的数字国王，为何在此刻落网？是他的理想国走到了尽头，还是这仅仅是一次新一轮战争的开始？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帕维尔·杜罗夫，这个被称为俄罗斯的扎克伯格跌宕起伏的人生和他的数字王国。嗨，大家好，我是 Gam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提起帕维尔·杜罗夫，如果您不是一个互联网行业的从业者，或者对全球的科技圈有一定了解的话，您可能会感觉很陌生。他是加密通讯软件 Telegram 电报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电报以其端到端加密技术和对用户隐私的严格保护而闻名，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超过10亿的用户。据公开资料显示杜罗夫的个人财富已经超过了170亿美元。他以一种不常驻任何国家的方式生活，被称为数字游民。2024年8月24日，帕维尔·杜罗夫在法国的巴黎的勒布尔热机场被当地警方逮捕。这次逮捕行动迅速引发了全球媒体和科技界的高度关注。杜罗夫的被捕不仅仅涉及一个知名的科技企业家，更将一个长期存在于数字时代的根本性矛盾推向了风口浪尖。法国当局对于杜罗夫及其公司提出了一系列严重的指控。官方文件显示逮捕的理由涉及到电报平台可能被用于一系列的非法活动，其中包括洗钱、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宣传以及色情内容的传播。需要明确的是这些指控的核心并非指向了杜罗夫本人直接参与了这些犯罪行为，而是认为他所创建和运营的这个电报平台因其拒绝与执法机构合作的政策，客观上为这些非法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电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呢？对于它的用户而言，电报提供了一个高度安全和私密的通讯空间。它采用了 MT-Protocol 的加密协议，在私密聊天的模式下，可以确保只有对话的双方能够读取信息内容。理论上来说连电报公司它本身也无法访问。这一特性使得电报在一些社会活动和信息受限的地区，成为了那些活动家、记者或者是普通公民赖以自由交流的重要工具。然而技术的匿名性和保密性是一把双刃剑。执法机构和多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指责电报的加密政策和宽松的管理，让其成为了犯罪分子和极端组织的避风港。从恐怖组织发布宣传到网络犯罪集团进行非法的交易这些活动都利用了电报平台难以被监管的特性。很多年以来各国政府都要求电报提供用户数据以协助案件的调查，但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杜罗夫的拒绝。他曾多次地发表公开声明，坚持地认为保护用户的隐私的权利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向政府权力妥协打开数据访问的先例，那将会从根本上侵蚀到所有用户的基本自由。这个立场让杜罗夫和他的电报平台收获了大量的隐私倡导者的支持，同时也让他成为了全球执法机构当中的一个巨大的障碍。因此在巴黎发生的这次逮捕可以被看作是2种价值观的激烈碰撞。一种是科技公司所倡导的不受干预的绝对的隐私权，另一种是由主权国家为了维护社会安全而要求的司法管辖权。要客观理解这一个复杂事件我们就需要探究其背后的根源。帕维尔·杜罗夫是如何从一个成功的科技创业者演变成了一位在全球范围内坚持其原则，并因此与多国政府产生冲突的人物？塑造他这种不妥协立场的又是怎样的一种经历？接下来我们就将回顾他的过去，从他创立俄罗斯版的 Facebook VK 的早期岁月开始探寻这一切的起点。帕维尔·杜罗夫1984年出生在列宁格勒，也就是今天的圣彼得堡。他出生在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瓦列里·杜罗夫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语言学博士和教授，
而他的母亲呢，则是一位大学的讲师和研究员。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啊，学术和智力探索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呢，对杜罗夫影响更深的是他的兄长尼古拉·杜罗夫。尼古拉呢，是一位公认的数学和计算机天才。根据一些外媒的报道啊，他从小就展示出超常的智力，年纪轻轻便2度获得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金牌，并在计算机领域啊有极深的造诣。后来呢，就成为了一个杰出的数学家和程序员。这种兄弟间的组合啊，帕维尔作为构想者和领导者，尼古拉呢作为技术核心的实现者，成为了他们日后所有项目的关键模式。帕维尔本人并没有跟他哥哥一样进入纯粹的技术领域，他在2002年啊进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主修语言学和翻译。但与此同时呢，他对计算机和网络的热情啊并没有减退。大学期间呢，他因创建了一些便于学生交流的校园网站而小有名气。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啊，一些广为流传的小故事啊，揭示了他性格当中啊某种与生俱来的特质，那就是对既定规则和权威的挑战性。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说杜罗夫他曾多次入侵中学校园的计算机网络，将系统壁纸啊换成了一个他非常不喜欢的计算机老师的照片，并配上了挑衅性的文字。当学校试图通过修改密码来阻止他的时候啊，他又一次一次的破解这个密码。这个行为呢，超越了简单的恶作剧，可以被视为他早期啊对体系漏洞的压力测试的一种尝试，也是他日后的行为模式的预言。2006年啊，帕维尔·杜罗夫大学毕业，这个时候呢，大洋彼岸的 Facebook 正在掀起一场社交网络的革命。在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个趋势之后，杜罗夫啊就决定为俄语世界啊创建一个本土化的社交平台。他再次的拉上了他的哥哥尼古拉。兄弟两人呢，在圣彼得堡的一间公寓里头开始了 VK 的开发工作。网站呢，于2006年的10月10日正式上线。很多人简单的称 VK 为俄罗斯版的 Facebook， 这在功能和定位上啊有一些相似性。但是 VK 的成功呢，并不仅仅是复制。当时它在几个关键的方面啊，甚至超越了 Facebook。首先呢，在技术的性能上 ，VK 的页面加载速度更快，整体设计呢也更为简洁。这为它的网络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俄罗斯地区啊赢得了巨大的优势。其次呢，也是比较关键的一点，就是在对内容的态度上，在那个全球版权规则还不是很完善、执行比较宽松的年代啊 ，VK 啊允许用户无限制的上传和分享音频还有视频文件。这一功能啊，使其迅速的演变成了俄语世界里边规模最大的盗版音乐和电影资料库。虽然这在法律和商业伦理上啊存在着巨大的争议，但从用户增长角度看，这无疑是其最核心的吸引力之一。它精准地满足了俄罗斯用户当时的一些需求。凭借着这种优势呢 ，VK 的发展势如破竹，它轻松地击败了所有的本土和国际的竞争对手。在几年之内啊，它就成为了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些俄语系国家当中拥有绝对的统治地位的社交网络。帕维尔·杜罗夫呢，也因此一战成名。年仅20多岁啊，就成为了亿万富翁和科技偶像，被媒体啊称为了俄罗斯版的扎克伯格。在这段时间里头啊，杜罗夫的公众形象也充满了矛盾性。他信奉自由主义和极简主义，经常呢发表一些挑战主流价值观的一些言论。同时呢，他也做出过一些非常具有争议的行为，比如说在2012年，他和公司的高管在圣彼得堡市中心的总部办公室里头，把5000卢布的纸币啊折成纸飞机扔到窗外，引发了楼下人群的混乱和争抢。在这件事之后啊，面对媒体的批评，杜罗夫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他做这件事的目的啊，是为了进行一次社会实验，他想观察金钱对人性的影响。但无论其初衷如何啊，这一事件都加深了外界对他傲慢和离经叛道的印象。然而呢 ，VK 的巨大影响力啊，以及杜罗夫本人这种不受约束的行事风格啊，也不可避免地将他推向了一个与更加强大的力量碰撞的轨道上。这个力量呢，就是克里姆林宫。第一次的正面冲突啊，发生在2011年的12月。当年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啊，被指责存在大规模的舞弊行为，引发了该国自苏联解体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史称雪地革命。成千上万的民众啊，走向街头，表达他们的不满。在这次事件当中啊 ，VK 平台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成为了抗议者发布信息和协调行动、组织集会的核心平台。
大量的反对派主页和抗议群组在 VK 上涌现，信息在这里被迅速的聚合和传播。VK 平台这个原本以娱乐和社交为主的平台第一次被推上了政治博弈的风口浪尖。很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便找上了杜罗夫。根据杜罗夫事后公开的说法， FSB 向 VK 发出了明确的要求，立即关闭平台上数个主要的反对派政治家的公共主页和相关群组。对于任何一个在俄罗斯经营的企业而言这道来自强力部门的命令通常被认为是无法抵抗的。但是呢，杜罗夫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没有选择沉默、尊崇或者是私下协商，而是将这次对抗彻底的公开化。他在自己的 VK 个人主页上发布了一张照片作为回应，照片中呢是一只穿着连帽衫的狗，歪着头吐出舌头。这张看似滑稽的图片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被广泛的解读为一种充满嘲讽和蔑视的无声抵抗，这是他对官方命令的公开回绝。紧接着呢，他又将 FSB 对他的命令文件、扫描件公之于众，并附言称呢这些要求是不合法的。这个公开的挑衅行为彻底激化了矛盾。几天之后呢，据杜罗夫本人在多年以后的采访中回忆当他返回自己位于圣彼得堡的公寓的时候，发现门口被一群执法人员包围，他选择了不开门，双方隔着门对峙。最终呢，这支队伍在没有采取破门的行动下就撤退了。这次对峙虽然短暂，却成为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杜罗夫事后表示呢，在这个时刻，他突然意识到，他需要一个绝对安全的、不受任何第三方监控的通讯软件来和他哥哥取得联系。他意识到尽管他运营着这个国家最大的社交网络，但是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他个人通讯安全和隐私是如此的不堪一击。2011年的这场风波在杜罗夫和俄罗斯政府之间也划下了一道无法弥合的裂痕。虽然在接下来的2年里头双方维持着一种表面上的平静，但信任呢似乎已经荡然无存了。杜罗夫仍然掌管着 VK， 但俄罗斯官方呢似乎已经将他的平台视为一个不受控制的潜在威胁。与此同时呢，杜罗夫则兵分两路，一边呢维持着 VK 的运营，另一边呢和他的哥哥尼古拉秘密地启动了那个名为 MT Proto 的加密协议的研发工作。他开始为自己和他的理念准备一条后路。那所有人都清楚，下一次更猛烈的风暴只是时间问题。2011年的对峙在杜罗夫和俄罗斯政府之间留下了一道清晰的裂痕。在随后的2年多时间里头，双方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VK 平台继续运营，杜罗夫也尽量避免直接的对抗。但所有的观察者都明白这种平静是暂时的。真正的考验发生在2014年。那一年乌克兰的危机全面的爆发，亲俄的总统亚努科维奇被推翻，随后呢，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这场地缘政治的巨变将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推到了极点，也成为了压垮杜罗夫与俄罗斯官方之间关系的一根稻草。这一次呢 ，FSB 再次向 VK 提出要求，但其性质呢与2011年时完全不同，也更加的严峻。FSB 要求 VK 交出在乌克兰危机当中组织抗议活动的乌克兰用户的个人数据。这道命令将杜罗夫置于一个极其艰难的境地。遵从这个命令就意味着他需要将外国用户的个人信息，包括 IP 地址、手机号码等，移交给另外一个国家的安全机构。这不仅违背了他信奉的自由原则，也违反了 VK 作为平台对用户的基本责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些数据一旦被移交，相关的用户可能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杜罗夫再一次选择了公开对抗，他在自己的 VK 平台上贴出了 FSB 的官方命令扫描件，并明确的拒绝。他写道，交出乌克兰用户的个人资料不仅是违法的，也是对数百万乌克兰人民的背叛。这次公开的拒绝标志了双方彻底的决裂。俄罗斯官方意识到通过直接的命令已经无法迫使杜罗夫就范，于是呢，他们采取了一种更具有决定性的策略，从公司的内部瓦解他的权利。一场精心策划的资本运作开始了。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寡头，通过其控制的投资基金、联合资本合伙人基金和俄罗斯互联网巨头 Mail.ru Group 展开了一系列针对 VK 股份的收购。首先呢， UCP 在2013年收购了 VK 早期投资人手中的 48% 的股份，
成为了公司的大股东。随后呢，杜罗夫与这个新来的大股东之间在公司发展方向上爆发了激烈的冲突。UCP 指责杜罗夫将公司资源用于个人的电报项目，而杜罗夫呢则反击称 UCP 的行为是进行企业勒索。这场股权斗争的高潮发生在2014年的4月，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杜罗夫被迫以一个远低于市场估值的价格出售了手中最后持有的 12% 的股份。接手方呢正是 Mail.ru Group。 至此VK 的控制权已经彻底的离开了杜罗夫的手中。2014年的4月22日，帕维尔·杜罗夫在自己的 VK 主页上留下了一段告别信息，宣布自己已经离开了俄罗斯，并且无意返回。他写道：不幸的是，在这个国家目前不可能开展互联网业务。就这样，29岁的俄罗斯版的扎克伯格结束了他在自己一手创建的社交帝国中的生涯，带走了提前出售股份获得的约3亿美元的资金，以及他最重要的技术核心，他的兄长尼古拉。他放弃了 VK， 放弃了俄罗斯，选择了成为一个没有固定国籍的数字游民。这次离开，他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商业退出，他被杜罗夫本人赋予了更深的含义。他将这次出走视为一次出埃及记，带领自己的理想和追随者去寻找一片不受审查和权力干涉的应许之地。这片应许之地就是 Telegram 电报。如果说 VK 的成功夹杂着商业模式的妥协和对现实规则的适应，那么电报从诞生之初就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产物。它是杜罗夫兄弟对2011年官方围堵事件的直接回应，是对 VK 时代所有没完成的理想的实践。它的核心呢建立在尼古拉·杜罗夫设计的 MT Proto 的加密协议之上。该协议呢旨在提供绝对的通讯安全。在私密聊天模式下，所有的信息包括文本、图片和文件都经过了端到端的加密。这意味着呢只有对话的参与方能够读取内容。理论上来说呢，即使是电报的服务器也无法破解这些信息。杜罗夫将他从 VK 套现的资金全部投入了电报的运营当中。他承诺电报将永远不会出售，也永远不会接受外部的投资，以此保证其独立性。更重要的是呢，他制定了一条核心原则：绝对不跟任何组织合作、审查言论或者移交用户数据。这一系列的设计和成功让电报迅速成为了那些寻求私密通讯用户的首选。然而呢，也正是这条不妥协的原则让杜罗夫离开俄罗斯之后很快就与他的祖国再次发生了正面的冲突。到了2018年，电报在俄罗斯已经拥有了数千万的用户，其影响力呢也日益增长。俄罗斯政府呢在多次要求电报配合调查无果之后终于失去了耐心。FSB 向电报发出最后通牒，交出解密用户信息的加密钥匙。这个要求触及了电报的存在根本，交出密钥就等于废除了其对用户所有的隐私承诺。杜罗夫的回应呢一如既往的简洁而强硬。他在自己的电报频道中写道威胁我们是没有用的。2018年的4月呢，在电报拒绝遵从法院的判决之后俄罗斯监管机构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封锁电报。一场在当时看来实力悬殊的数字战争正式打响。监管机构开始封禁与电报相关的 IP 地址。然而呢，电报的团队也展现出了极高的技术对抗能力。他们迅速的切换服务器，利用亚马逊云服务器与谷歌云服务器等第三方云服务，不断的变换 IP 地址，规避封锁。监管机构的应对方式则显得相当的笨拙。为了彻底的封死电报，他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无差别的 IP 地址段封禁。在几周的时间里头监管机构封禁了超过1800万个 IP 地址。这场地毯式轰炸导致了巨大的连带损伤，大量的与电报无关的网站、应用和服务包括电商、银行、航空公司，甚至是其他社交网络都出现了访问中断。整个俄罗斯的互联网服务陷入了一片混乱。在这场对抗当中杜罗夫扮演了数字抵抗运动领导者的角色。他不仅在技术上指导团队和监管机构周旋，还宣布启动了数字抵抗计划，自掏腰包向那些提供代理服务器的个人和公司发放了数百万美元的资助。这场对抗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社会活动。为了表达对电报的支持成千上万的俄罗斯民众在莫斯科等多个城市自发地组织了集会。他们没有激烈的口号，而是选择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行动，将很多纸飞机一起抛向天空，
漫天飞舞的纸飞机成为了这场运动最经典的画面。它象征了一种无声但是坚定的民意表达。电报在此刻已经超越了一个通讯工具的范畴，成为了在俄罗斯社会当中关于自由的一个文化符号。这场封锁与反封锁的拉锯战持续了整整2年。最终俄罗斯政府不得不承认了一个尴尬的事实，他们失败了。封锁不仅没有阻止电报的运营，反而因为其连带损伤引发了社会的反弹，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2020年6月，俄罗斯的监管部门发布官方声明，解除了对电报的禁令。这是现代互联网历史上一次罕见的事件。一个独立的科技公司凭借其技术、创始人的决心和用户的支持迫使一个组织做出了退让。这场胜利将杜罗夫的声望推向了顶点。然而也正是这场胜利为他日后的麻烦埋下了伏笔。当他向俄罗斯展示了他的绝不妥协之后，全世界的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同样重视国家安全的国家，也开始重新审视他和他的电报。一个问题摆在了所有西方国家的面前：如果杜罗夫可以对俄罗斯说不，他是否也会对我们说不？当电报的平台被怀疑用于法国境内的非法活动的时候，这个问题最终在2024年8月的巴黎机场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答案。2020年，在成功的抵御了俄罗斯政府长达2年的封禁之后，杜罗夫和他的电报平台迎来了声望的顶峰。这场胜利不仅是一次技术的成功，更被全球的数字权利倡导者视为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杜罗夫也因此从一个俄罗斯的叛逆者转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自由主义偶像。电报的用户数量也开始爆炸式的增长，它的频道功能允许单向广播信息给海量的订阅者，使其成为了独立媒体和意见领袖的重要发声平台。而电报平台支持高达20万人的超级群组，很多大规模的媒体传播提供了便利。然而这种为自由而生的设计也带来了一个深刻且黑暗的后果。这个保护异议者的盾牌同样能被那些意图破坏社会秩序的力量所利用。绝对的隐私和匿名的便利为很多非法活动提供了理想的温床，包括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极端主义内容的传播。早在2015年ISIS 就成为了电报的重要用户。安全机构和研究人员发现，这个恐怖组织利用电报的加密频道来发布官方宣传，招募新成员，甚至策划和指导了全球各地的恐怖袭击。2015年11月造成130人死亡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调查人员在事后发现，袭击者在策划过程中就使用了电报进行了联络。这个发现让西方国家政府第一次将审视的目光严厉地投向了杜罗夫和他的平台。法国当局曾多次公开批评电报平台在打击恐怖主义内容传播上迟缓和不合作。面对指控杜罗夫和电报团队的回应是，他们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并会尽力地清除公共频道当中的相关内容。但他们也划定了一条红线，绝对不会因为反恐的理由而侵犯用户的个人隐私，比如说监控私人聊天或者向机构提供用户数据。这种立场在执法机构看来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当绝对的隐私权和公共安全发生冲突的时候，前者必须做出让步。但对于杜罗夫而言这是一个滑坡谬论。他认为一旦为某些机构打开了后门，无论初衷多么的正当，这个后门最终都将被滥用，威胁到所有普通用户的基本自由。这场关于恐怖主义内容的争论只是一个开始。随着电报的扩张，它与各国政府的冲突也从单一的俄罗斯扩展到全球。在德国政府依据其严格的网络执行法，多次要求电报配合移除平台上的仇恨言论和极右翼阴谋论的内容。德国官员甚至一度公开威胁，如果电报继续拒绝在德国本土设立合法代表，并且遵守本土的法律，将面临高达数千万欧元的罚款，甚至彻底的封禁。在巴西最高法院的法官曾在2022年大选前夕下令在全球范围内封锁电报。该平台未能有效地处理大量传播虚假的选举信息的账户和机器人网络。在禁令生效的最后一刻杜罗夫罕见地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承诺将加强对巴西内容监管，禁令才被暂时的撤销。在印度、西班牙、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国家，电报都因涉及版权侵犯和有组织犯罪、色情内容传播等问题面临过司法部的调查或者是封锁威胁。
至此呢，一个清晰的模式就浮现出来了。帕维尔·杜罗夫试图建立一个不受任何主权国家管辖的数字领土。他的核心理念是电报只应该遵循其内部制定的全球统一的规则，而不是屈从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本地法律。他的电报定位为中立的数字瑞士，不偏袒任何一方。但这种技术中立的立场在现实世界当中几乎无法维持，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坚持其法律在领土范围内的最高权威性。当一个全球化的数字平台拒绝遵守这项法律的时候，冲突便不可避免。除了外部的政治和法律压力之外杜罗夫的理想主义还面临着一个更根本的现实问题，那就是资金。经营一个拥有近10亿用户每日处理海量数据的全球性通讯平台，需要巨额的资金来支付服务器、带宽和员工薪水。据估计电报平台每年的运营费用高达数亿美元。杜罗夫呢，一直用他早年出售 VK 股份获得的个人财富来支持这一切。但是呢，他也很清楚，这并非长久之计。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杜罗夫在2018年发起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 TON， 即电报开放网络，并计划发行了原生代币 GRAM。 这个项目呢，在当时引起了轰动。通过2轮私募，项目从全球顶级投资机构那里轻松筹集了高达17亿美元的资金。本应呢是杜罗夫实现其数字乌托邦的关键一步。然而呢，这一次他遇到了一个对手，那便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守门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2019年呢，就在 GRAM 代币即将向公众分发的前夕SEC 提起了诉讼，指控电报未经注册非法发行证券。SEC 认为呢，GRAM 的销售模式符合证券发行的所有特征，因此呢，必须遵守美国的证券法规。杜罗夫的团队与 SEC 展开了长达15月的法律战争。他们辩称 GRAM 是一种商品或者是货币，而非证券。但最终呢，美国法院站在了 SEC 一边，发布了临时禁令，不仅禁止电报向美国投资者分发 GRAM， 还将禁令的范围扩大到了全球。法院的逻辑是呢，一旦 GRAM 被分发，那即便在海外，这些代币呢也几乎可以确定会流回到了美国的二级市场。因此呢 SEC 有权进行全球范围的管辖。这场官司呢，对杜罗夫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它暴露出其实是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项目，也难以逃脱强大的监管机构的长臂管辖。2020年5月呢，杜罗夫被迫宣布正式终止 TON 项目，并将剩余的资金退还给投资者。TON 在当时的失败，不仅让电报失去了一个潜在的可持续的收入来源，更重要的是，它再次证明了杜罗夫的理想主义在一个由主权国家主导的现实世界里头所面临的巨大的障碍。所以呢，TON 一直到2021年底才由TON基金会接手继续开发和维护。从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到柏林的司法部，再到华盛顿的 SEC， 杜罗夫发现他所对抗的是现代国家体系本身所固有的管辖权逻辑。他的平台呢，一方面坚守着理想化的绝对隐私理念，另一方面呢，则被全球的执法和监管机构视为一个日益失控的法外之地。这种矛盾的不断累积，最终将所有的压力都指向了这位居住在迪拜、手持多国护照，但声称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创始人本人。各国政府逐渐地意识到，既然无法有效地管辖这个数字平台，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直接管辖创造和控制这个平台的人。这为2024年夏天在巴黎发生的那一幕埋下了最后的伏笔。杜罗夫的旅程从圣彼得堡的办公室开始，最终暂停在了巴黎的法庭。但他所引发的这场全球辩论远未结束。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世界里头，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规则，而由谁来制定这些规则？当一个全球性的数字社会与一个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物理世界发生碰撞的时候，我们又该何去何从呢？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杜罗夫的故事呢，并没有为我们提供答案，但他以最激烈的方式向我们所有人提出了这些我们再也无法回避的问题。2024年8月24日，杜罗夫在勒布尔热机场的被捕，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不仅是一个关于他这个创始人的个人危机，更是对整个互联网绝对自由主义理念的一次强制性的审视。这次事件将一个长期盘旋于数字世界的理论问题，以一种不容回避的方式拖入了物理世界的现实法庭。法国当局提出的指控，从贩毒、
洗钱到传播色情制品，其核心呢，并非否定加密通讯的价值，而是直指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当一个平台事实上已经成为了犯罪活动的基础设施的时候，它的创造者能否以技术中立为由，宣称自己完全免责？杜罗夫的困境揭示了第一代互联网理想主义的内在矛盾。这个诞生于密码朋克运动的理念，将政府视为唯一的最大的敌人，将不受任何的干预的隐私和言论自由奉为了最高的信条。然而呢，当这些理念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了拥有成熟司法体系和民主制度的社会的时候，它便开始了与社会契约的基石，即为了集体安全而让渡部分个人自由发生剧烈冲突。法国的行动本质上是在主张，没有任何实体，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可以凌驾于保护其公民免受伤害的法律责任之上。这次的逮捕迫使我们超越了自由和安全这次过于简单的二元对立。真正的问题不再是是否应该有边界，而是如何在保护隐私的核心前提下，划定一条理性的、可执行的责任边界。这并非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事实上整个科技行业都在探索可行的中间道路。杜罗夫的错误或许不在于他对自由的执着，而在于他将这种执着演变成了一种拒绝沟通、拒绝妥协、拒绝承认世界复杂性的绝对主义。他试图建立一个数字世界的法外之地，但最终发现只要平台的用户、服务器和创始人存在于现实世界，就不可能真正的逃离现实世界的法律和道德责任。杜罗夫的个人命运无论最终走向何方，都已不再是故事的重点。他的经历以一种最激烈的方式将这场至关重要的全球辩论推向了前台。他的故事最终迫使我们所有人开始着手描绘下一代互联网的蓝图，一个不再将自由和安全视为零和游戏，而是努力寻求二者共存的智慧，一个既尊重个人也守护社会，既拥抱技术也不忘人性的数字未来。这项工作艰巨但是必要，而现在呢，正是开始的时刻。